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题是台湾的大学联考1980年理组的考题。他说呢，请我们解这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呢非常特别，它有3层的绝对值哦。他说它的图形呢是一个4M 边形，然后呢，请我们算出它的面积是多少。好，那同学虽然说它有3层的绝对值呢，但是呢，我们并不用太害怕，因为呢，等一下呢，我们就要从外而内哦，一层一层呢，去借由这个平移跟对称的方式呢。把这个图形呢，把它建构出来。那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它整个大架构呢，从最外面这一层绝对值来看，它就是最外层绝对值里面有一坨数哦，那后面一样是加上哦，一样绝对值里面有一坨数，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们要画图形呢，就是像绝对值 x 加上绝对值 y 等于3的这个图形。那这个图形怎么画呢？也非常非常简单。那同学我们一定要有个概念，就是呢，任何的方程式，它如果原本是没有绝对值，那如果它换成绝对值 x 的话呢，它这个图形呢就会和 y 轴对称啊，它就会对称于 y 啊，它就对称y 轴。那同理呢，如果说今天呢原本的方程式呢是有 y 这一个项，但是呢它改成绝对值 y 之后呢，它就会对称于 x 轴。好，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哦，因为代表说我 x 用负 x 代哦，前面这一块代表说 x 用负 x 代的值一样是成立，然后后面这一块呢代表说我 y 用负 y 代哦，这个方程式的这个点呢一样在这个方程式的图形上，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对称的关系。所以这个图形呢也不难画，就是说我们呢只要一开始呢把 x 加 y 等于3。然后这一条呢，假设叫做 x 加 y 等于3，它在第一象限 x 跟 y 都大于等于0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形。那你就把它对称2次哦，就先对称于 y 轴，再对称于 x 轴呢，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呢，是正方形的一个形状哦。好，这是一开始它最初始哦，最外层这个绝对值的架构。那这边呢，老师也可以用 GeoGebra 来辅助，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绝对值 x。再加上绝对值 y 等于3，好，没有错，跟我们想象的图形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继续往下一层迈进哦。下一层呢，我们从外而内去推估这个图形的时候，你会发现第2层呢，这边呢其实多了一个减1哦。那它这个 x 的部分哦。在进入第2层绝对值之前呢，这边多了一个减1，这边多个减1。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从第一个图形到第2个图形呢，如果你要画出绝对值 x 减1，再加上绝对值 y 减1等于3的这个图形的话，那很明显呢，整个图形呢就是向右了1单位，向右1。然后呢，也向上了1单位。好，同学，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呢，我们的图形呢是不是这样子啊？好，我们一样打开 GeoGebra， 然后呢，刚刚的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我们就让这个绝对值里面去减1。好，同学可以看到它就移动了。好，整个呢这个向11的方向移动，所以呢我们现在图形呢就变成了这样子了啊。好，那继续呢我们往下一层绝对值去做迈进哦。第3个。好，第2层的绝对值呢是这一块哦，这一坨呢，你就是先把它挂上绝对值哦。等一下这个减2我们等一下再平移，所以呢，我们就相当于是绝对值第2层的这样子把它写上去。好，这 y 呢把它改成绝对值 y， 然后呢减1，再加上3。那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从第2步到第3步哦，我们又个别和 x 轴和 y 轴又对称了一次了，我们又对称了 x 轴跟 y 轴，分别去把它做对称，会得到了一个新的图形哦。好，那同学我们可以画看看哦。好，那一样，我们呢按照刚刚的这个。去再把这个 x 跟 y 本身呢，把它改成绝对值 x 跟绝对值 y。好，这边我们把它改成绝对值 x。好，然后呢，这个 y 的部分呢，我们把它改成绝对值 y。
好，那各位看到这边呢，就变成一个十字形的形状了，那就相当于是原本的这右上角，我们刚刚向一方向移动的这个正方形呢，它就是只取第一象限，然后往 x 轴跟 y 轴呢分别去做对称对称2次，那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十字形的图形了。好，那同学我们就因为它有3层绝对值嘛，我们就是再去做一次。不过呢，各位可以发现这边还有个平移然后这边呢，我还要再向右上平移22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在第4步，然后我们在第2层绝对值里面呢，一样的，我们先去平移啦，然后先去平移。我们等一下再加第3层的绝对值我们先让这个第2层的绝对值里面分别向右跟向上，刚刚这个是等于3。向右向上去平移2单位所以从这边到这边，那一样是向右2，然后呢向上2，向上2。好，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图形呢，会是什么样子？OK， 好，那一样呢，我们刚刚把这个刚上一层的这个十字形的定义把它复制下来那这其实只有平移而已，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见的图形呢，就是这边减2嘛，你看向右2了有没有？然后这边 y 呢也减2向上2了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第4步所得到的图形好，所以呢，最后我们可以想见的就是呢，我们把这个向右上各2单位的图形呢，只取第一象限，然后分别再对 x 轴跟 y 轴去做对称OK， 好，所以呢，我们的第3层第3层。好，第3层呢，我们直接把刚刚这个把它复制下来好了。好，最后一步就是我们把第3层的绝对值把它加上去了。好，这是最终的绝对值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加上去最终的绝对值，然后再加一个最终的绝对值上去，所以呢，相当于是我们右对称于 x 轴 y 轴了，所以这边整个一样，我把它复制下来。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可以看到的图形就像这样，我们一样复制，然后呢把 x 呢把它改成绝对值 x， 绝对值 x。好，然后呢 y 的部分把它改成绝对值 y。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的图形了。好，我现在把它整个把它剪下来好了。好，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个。好，那这就是老师刚刚画出我们最终对称3次之后呢的图形呢，把它算出来像这样。那首先它是几边形呢？我们可以用算的就可以知道了好，这边有1、2，看第一象限就好，1、2、3、4、5、6、7，有7个边，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呢，你会发现呢，我们这边就是7乘4等于28边形28边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你会发现呢，题目说这是4m， 对，所以你可以得到呢 m 呢就是等于7。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算它的面积那它的面积的话呢，这边也不难算，因为呢，你只要呢先从最外面的这一个6乘6 6乘6的正方形呢，然后呢去慢慢的把剩下的把它扣除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先6的平方，然后去减掉。那这边有各种方法可以算那比如说我以这个小的三角形当基础，好，这边有1个、2个、3个、4个、5个、6个的小的三角形减掉6，再去乘上这每块小三角形的面积呢，都是1的平方再乘上1/2然后再去减掉这一块呢，比较大块的三角形它的边长是3，这个3的平方，然后再去乘上1/2。好，但是呢，我有4个象限，所以最后再乘上4。好，那我们最终的答案呢，我们可以来算一下这是36再乘上4是144再去
减掉呢这个是2612，再去减掉呢这个2918，所以呢最后的面积就是114哦。那对照这一题呢，它要把它拆解成 p 乘上10的平方，再加上 q 乘10，再加上 r 哦。好，这是因为以前联考时代选择题，它是把它会变成选择题，所以它蛮常出现这种有点像是现在的选填题，不过以前是出成单选题的形式，所以它的题目格式才会变成这样啊。好，所以这边你会发现呢，我的 p 呢就是1，q 呢就是1。然后 r 呢就是4哦，因为面积是114哦，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题呢把它算完了。